真穿书了，而且一来就是核心剧情点，不就是救男主吗？这题我会。王爷，您可还好？属下听到屋里有动静，可是王爷身子不适。什么王爷？原著里只有一个王爷，当今圣上的小皇叔，年纪轻轻却手握重权，后来世职篡位，屠尽皇家37口，终在后期被男主沈昭野亲手擒获，做成人质等，封批反派昭王燕尘。你不是沈昭野？你不是要帮本王解毒吗？怎么停了？等等，什么情况？我明明是奔着男主来的，怎么穿到反派床上了？传说还有发错货的。王爷，王爷，你没事吧？王爷，发生什么了？去，把人给我带回来。可是您的伤……是，属下这就去。狗奸商，天杀的诈骗犯！什么100%穿书体验？明明是100%穿错书体验吧？晚上好啊，小主人。好什么好？你还有脸出现？现在到底什么情况？说好的掌心宠呢？床上那个疯批王爷怎么回事？情况是这样的，您是我们100%穿书交期体验的首位体验用户。我操作的时候没什么经验，手一抖，身份绑定参数输错了一位，不小心让您穿错人了。穿错人了？你意思是，我不仅没爬上沈昭野的床，就连女主都不是？好像是这样。那我现在是谁？这身体是谁的？您现在身份绑定的是辅国大将军嫡女苏软。你是说我穿成了那个活不过3回，马上就要领盒饭的恶毒女配苏软？不愧是原著粉，记忆力真好。好你个头！所以现在剧情推到哪一步了？我已经对女主下手了吗？根据系统记录，在1个时辰前，苏软刚让人把下了春风度的糕点送到了女主玉清河的房间。什么？完了完了！按照原著，女主很快就会发现糕点有问题，然后顺藤摸瓜查到苏软，接着就是反杀剧情。快送我回去！立刻马上！我要申请退货，钱我也不要了。抱歉，小主人，您现实中的身体已经确认死亡，并且已于昨日火化，实在是回不去了。您也别太灰心，虽然穿错了，但也有好消息呢。什么好消息？根据原著设定，您目前使用的身体苏软，颜值是全文第一哦，甚至超过了女主玉清河。颜值第一有什么用？能填平他智商倒数第一的坑吗？别生气，小主人。为了表达歉意，也为了您的体验，我们决定为您加赠一项特殊服务。只要您能在当前剧情里以苏软的身份成功苟住，我们就能……那我要是等不到你们系统恢复呢？万一我明天……哦不，今晚就嘎了呢？信号不好，您说什么？我听不清。那个，我妈叫我回去吃饭了，再见。喂，你别装信号不好，你给我说清楚。喂，四哥，完了，抓我来了！当务之急是必须阻止原主的计划，必须赶在事情败露之前，去把那该死的下了药的糕点处理掉。等我啊，女主！王爷，人没找到，属下带人搜遍了王府，最终只在西北角狗洞处发现了这个。这簪子的气质与那胆大包正、下手狠辣的女人可半点不沾边，倒是会装。3日之内把人带到本王面前，若是找不到，你也不必回来复命了。属下领命。还有，今日宫宴上，凡经手过本王9斩的宫女太监，有一个算一个，全部处理干净。头颅收拾好，连夜送到谢太傅府上去。再告诉谢志宁一句，若下次再胆敢算计到本王头上，本王下手就没这么客气了。是。你不是沈昭野？沈昭野，那女人是冲着沈昭野去的，因为认错了人，才阴差阳错爬上了我的床。还是说，她本就是沈昭野的人？有趣。不管你是谁，是误入此局的棋子，还是别有用心安插进来的眼线，我都一定会抓住你，亲手捏死你。姑娘，玉清河呢？快带我去找她。
您的脚，我没事，快带路。这怎么叫没事？姑娘别动，我背您进去。原著里苏冉身边是有个忠心耿耿的丫鬟来着，好像叫梨子。你是梨子，姑娘，您给疼傻了是不是？现在才认出我是梨子，我是您的梨子啊！得，确认了，是那个智商感人的猪队友本友。好了，别哭了，先带我去找玉清河，要快。不过姑娘，咱这是找他干什么？我知道了，姑娘是想去确认他中药了没有，对不对？嘿嘿，姑娘您就放100个心吧，奴婢办事绝对稳妥。不仅按您吩咐，在桂花糕里下了足足的春风度，还把他房里的熏香也换成了加料的，连带桌上的果子，奴婢都挨个用细针蘸着药水扎了一遍，保证万无一失。什么叫屋漏偏逢连夜雨？什么叫雪上加霜？什么叫猪队友的致命补刀？这就是了。姑娘，奴婢这回做的不错吧？不错，太不错了。梨子，奴婢在。知道咱们现在是什么吗？是聪明主仆2人组，是2具还没凉透的尸体。什么？快跑，晚点就来不及了。姑娘，到了，没动静啊，是不是药效发作了？不能吧，这么快？没动静啊，是不是药效发作了？不能吧，这么快？什么药效？软软这是怎么了？怎的会弄成这般模样？可是出了什么事？这就是女主啊，这颜值，这气质。软软，可是哪里不是？啊，那个，我这晚让人送来的桂花糕，表姐你吃了没有？还未曾吃。还好。正巧线下有些饿了，软软要一起用点宵夜吗？不用。那既然表姐没吃，我能不能把桂花糕拿回去？二姑娘又想干什么呀？银灯，多嘴。奴婢又没说错，但凡是您的，二姑娘都得抢走。现在连盘点都要。你算什么东西，敢这么对我们姑娘说话？这府上哪样东西不是我们姑娘的？看来我这糟糕的人设暂时是扭不过来了。罢了，先把东西拿到手。没错，这苏家什么不是我的？去，把桂花糕、果子，还有桌上摆的熏香炉子都给我搬出来。姑娘，那点心……哦，今天先拿这些，下次再惹我，房子都给你烧了。梨子，我们走。姑娘，二姑娘欺人太甚了，抢东西还这么理直气壮。我这个表妹倒也没有坏到无可救药。这还不坏，也就是姑娘你脾性太好了。姑娘，快醒醒，该起了。梨子，让我再睡会儿。不行啊，姑娘，错过了给夫人请安的时辰，可是要挨罚的。每天都得去吗？当然。姑娘，这样能走吗？不能走也得走啊！救命啊！穿成恶毒女配已经够惨了，居然还有早起打卡这种酷刑。又跑去哪里胡闹了？弄成这副样子，你父亲奉旨巡边，不在家中，你就不能让我省点心吗？原主苏冉竟这般怕自己的母亲。过来吧。过2日便是花神节，穆国公夫人做东，邀请京中的贵女去踏青赏花，正好给你们做的衣裳都送来了，你同清河一起挑挑。不愧是大将军府，对女的穿戴还真舍得下本钱。软软先挑吧。清河，你试试这件。啊，姨母，还是让软软先选吧。无妨，她小孩子家穿什么颜色都好。苏冉处处和玉清河作对，难道真的是为了只有一面之缘的沈昭野吗？或许更关键的是在这日复一日的区别对待里吧。就这条吧。软软，伤可好些了？方才那件衣裙，你若是喜欢，我晚些让银灯给你送过去。不用，那衣裙本就更适合你。软软似乎与冬前有些不一样了。这就是大女主的直觉吗？哪儿不一样了？少阴阳怪气。只是好奇，我记得你更喜欢清雅的颜色，方才怎么选了最鲜亮的海棠红？以前是学你啊，可现在我发现学得再像也没用。母亲眼里永远只有你。既如此，索性怎么高兴怎么来了。只是这样吗？他在试探我，不行，不能慌，被发现就完了。不然呢？怎么，我好心让你，你还不乐意，非要我跟你抢是吧？
好了，软软，你的脚伤未愈，还需多多休息才好，早些回去吧。玉清河，我告诉你，以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各自清静，傻愣着干嘛？走啊！姑娘，您刚才干嘛不抢啊？奴婢都准备好动手了，那套衣服好看啊！抢什么抢？哎呦！以后看到玉清河就躲，没事别往他跟前凑，更不许主动招惹，听见没？为什么呀？咱们以前是以前，你老实听我的就对了。女主玉清河，靠她越境凉得越快，我还是当个小透明吧。苟到那个不靠谱的客服把系统修好再说。唉，王爷，王爷，属下查到了，此簪是辅国大将军夫人邱氏专门为其侄女玉清河定做的吉逼之礼。玉清河是，此女早年全家遇难，只活下她一个，自10岁起便被接入将军府中，苏夫人对其视如己出。好，这倒有趣。一个寄人篱下的孤女，哪来的胆子得罪本王？还有一事，明日花朝节，穆国公夫人在城外设宴，广邀京中贵女，那位玉姑娘也在受邀之列，届时应当会前往。花朝节，赏花，明日本王也去凑个热闹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安排。玉清河，姑娘，夫人他们已经……姑娘，您这也太好看了吧！那当然，这可是现代的化妆技术。今儿个宴上那些贵女，肯定都要被姑娘给比下去了。好了，别误了时辰，我先随母亲去了，你在家好好看家。好的，姑娘。清河姐姐，你也太好性性了，还在这儿等他。软软脚上有伤，行动不便，多等片刻也无妨的。脚伤，我看是又在屋里折腾，想着怎么打扮才能艳压群芳呢。不过啊，她打扮的再好看，只要一说话一做事，谁不知道她是个草包？说谁草包呢？这，软软来了哟，今儿这身打扮可真是费了不少心思吧？难怪让我们好等。我看你也别白费劲儿了，脑子里没货，到了宴席上还不是丢人现眼？费不费心思关你什么事？倒是你看什么呢？打扮的跟菜叶子似的，怎么是打算去宴着当盘清炒食菜给贵客们助助兴？你什么你？苏软，你别得意。好了，都少说两句。好了，都少说两句。舒雨，软软年纪小，你让着她些。清河姐姐，我不想再看到她了，我先回去了。石舒雨，原著里一直抱着玉清河的大腿，表面是好朋友，实则又当又立。全书最讨厌的就是这个人。软软，我们也快些去找姨母吧。说得对，说得对，我们快些过去吧。快走，快走！再和玉清河待在一起，指不定要发生什么。你这身打扮未免太扎眼了些。今日贵女云集，讲究的是清新淡雅，你这般浓艳，倒显得刻意了。这衣裳不都是您给我挑的吗？颜色素的不愿意，颜色俏的又嫌扎眼，合着横竖都是我不对呗？婉柔，可算把你盼来了。温姐姐劳你久候了。你我之间还说这些客套话，清河丫头越发标致了。这通身的气度，真是腹有诗书气自华，瞧着就让人喜欢。秦夫人过誉了哟，有些日子不见，软软竟出落得这般水灵了，让我险些没认出来。瞧瞧这小模样，鲜亮的跟枝头最嫩的海棠花似的，真惹人怜爱。快别夸她了，这丫头本就不知天高地厚，这下尾巴更要翘到天上去了。要我说，还是清河这样清雅更好。姑娘家贵在气质沉静。婉柔，你也别太偏心了。清河自是好的，可咱们软软难道就差了？我瞧着就很好，明媚鲜活，多招人疼啊！软软，你娘不稀罕你这个女儿，秦姨稀罕，赶明儿就跟秦姨回家去，怎么样？那正好，秦姐姐今儿就把她领回去，也省得整日里让我看着心烦。真要领回去也不是今天，要领也得挑个好日子，风风光光的把软软接走才是呢。隐约觉得这话里似乎有话，但一时又摸不通头绪。好了，站门口像什么话？快进去吧，园子里精致正好，
你们年轻人自去逛逛吧。去吧，仔细些，莫要冲撞了旁人。尤其是你，安分些。是。也好，就在这儿等开席吧。金墨姐姐这身衣裳真好看，料子是云锦阁新到的吧？哟，我当是谁？原来是苏家那位才名远博的二姑娘啊！苏二姑娘今日这打扮，怎么不学你那位好表姐装淑女了？哎，别走啊！苏二姑娘这是瞧见我们来了就要走，莫非是我们扰了你的雅兴？这位姐姐说笑了，我只是坐久了想活动活动，各位请自便。谁是你姐姐？我可担不起，我们京墨可是京城第一才女，跟你这种草包可攀不上关系。京墨，御史大夫乔元之女，原是京城贵女中才名最盛的一个，看来是几次诗会花宴都被玉清河压一头，气不过就转头来找我这个草包表妹。你两眼珠子转来转去的，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乔姑娘若是觉得谁压了你的风头，让你不痛快了，自该找正主说道去，拦着我这个草包做什么？谁告诉你我比不过她？那行，祝乔姑娘马到成功。站住！我让你走了吗？今天不拿出点东西，她是不会罢休了。我表姐这会儿人不在这儿，你们堵着我也没用啊。不如这样吧，桃李出深井，花艳经上春。这是我表姐昨日随意新作的一句。乔姑娘既然志在诗会头筹，不若先仗过这一局，再谈找我表姐切磋不迟。不是自诩才女吗？跟千古第一的诗仙李白比起来，那诗是你写的？这是见过玉宗主，镇北王独女玉柯，自小跟着父亲镇守北疆，据说弓马情熟，性情爽利。按原著时间线，差不多就是这个时候。皇帝疑心镇北王在边关四处兵马，一道旨意将这位郡主召回京城。美其名曰议亲，实则扣在眼皮子底下。你怎么知道我是谁的？我回京刚过3日，连宫宴都只露了一面，甚至换上礼服。这郡主这通身英姿飒爽，江门虎女的气度，跟京城里那些走一步喘3喘的娇小姐可不一样，一眼就瞧出来了。嘴还挺甜。那桃李出深井，花艳经上春呢？怎么来的？这是我表姐玉清河昨儿刚做的，我就是临时用吓唬人。玉清河，你这话可不老实。玉清河的诗确实是有文华，也很有灵气，但格局嘛，终究脱不开内宅庭院花开花落那点愁绪。经上春这3个字，他写不出来。是你做的对不对？是你做的对不对？我可是全京城都闻名的，琴棋书画样样稀松，诗词鹤放更是狗屁不通。您觉得我能写出那样的句子吗？快些快些！听说沈小将军也来了，正在东边马球场上呢。沈小将军是男主沈昭野。想看就去看啊，扭扭捏捏的做什么？那沈昭野又不是吃人的老虎。算了，也没什么好看的。一群人在那儿骑马打球，尘土飞扬的。哦，可我听说某位苏二姑娘从前为了偶遇这位沈小将军，可是能在人家必经之路上蹲守大半个时辰，风雨无阻呢。是原主，不是我啊，那是以前年少无知，我早就没那个心思了。是吗？可我好奇的很，走，你陪我看看去。等等，不行，真不能去。没事儿，若是有人问起，你就说是我硬拖你去的。对啊，那我表姐问起，你就说是你硬拖我去的，我只是陪你。可以。郡主，走这里，我知道一条小路。那就是沈昭野，身手确实不错。帅，太帅了。王爷，那位便是玉清河，确实是个难得一见的美人，也确实是那只青玉莲花簪该配的主人。可惜不是她。王爷，可要属下将玉姑娘请过来问话，自己去领20鞭，然后滚回暗营。属下领罚。重新学学什么叫查清楚。就是他。是错觉吗？为什么忽然想起燕晨这个反派了？魏峰，那边那个是谁？回王爷，
那是辅国大将军府的二小姐苏软，是玉清河的表妹。苏软，腰肢是挺软的，找到你了。魏峰，想办法把她骗出来，我要去亲自问问她。是。苏二姑娘，苏夫人正四处寻您呢，让我引您过去一趟，说是有事吩咐。母亲找我。郡主，我母亲唤我，得先走了。好，晚些开席了，我再去寻你。带我去见母亲吧。是。还没到吗？姑娘别急，苏夫人就在前面凉亭里歇脚呢，转过这条路就到了。不对劲，母亲就算要单独找我训话，也绝不会选在这种僻静无人的地方。不行，我得赶紧跑。燕晨，抓到你了。王爷，我知道错了，您饶了我吧。本王还以为苏二姑娘会先装作不认识，须臾委持一番。王爷明察秋毫，我这点微末道行，想瞒也瞒不过您啊。倒是识趣，现在知道怕了。当时爬我床的时候怎么不知道怕？说，你到底是谁的人？沈昭野的，还是你那好父亲苏晴的？那晚究竟有什么目的？快，来看看这里有什么。嘘，别出声。现在我问你答，你敢说一句假话，本王便让你后悔开口。那夜为何会出现在本王榻上？实话说，我是穿书的，拍了个穿书体验套餐，本来要去男主床上，结果爬错了，说出来他会信吗？王爷，我说，我对王爷一见倾心，那夜本是去找王爷表明心意的。哦，那日宫宴，我远远瞧见王爷风姿，便一见倾心，再难忘怀。这才斗胆趁夜去见王爷，想着能与王爷表明心志，可谁知王爷竟遭人暗算，神志不清。我本想立刻喊人，可王爷您力气那么大，我实在挣脱不开。我虽心意王爷，却也知女子贞洁重于泰山，更不愿趁王爷之位白白玷污王爷清明，所以我才会很轻地砸了王爷一下。你果然心悦本王。那你趴在本王身上叫沈昭野的名字，又是怎么回事？大哥，您记性要不要这么好？那时候您不是神志不清吗？怎么还能分神听清我喊了什么？那都是误会，在那夜之前，我从未有幸得见王爷，更没见过沈小将军。阴差阳错下，我以为王爷就是沈小将军来着。可不管我嘴里喊的是谁，我心里想着的一直都是王爷您啊。要说有错，也只是我自己蠢笨，没能第一时间认出王爷的身份而已。果真吗？千真万确，若有半句虚言，就让我天打五雷轰！老天爷，您可别当真啊！王爷这样英明神武、气宇轩昂的大人物，应该不会真忍心对一个真心心悦您的小女子动手吧？要不趁其不备，跟他拼了！反正砸过一次，也不差这第二回。好啊，那你亲我。怎么不敢？拼了！又不是没亲过，亲一口换条命，这买卖怎么算都值。这个女人，王爷现在可信了？难道是觉得我的诚意不够？王爷，我先告退了。有意思，王爷，可要属下将他带回。急什么？他既不愿说实话，本王便偏要看看他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。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才刚刚开始。下
死了！这里是绝不能待了。首先，苏母看我哪都不顺眼，偏心偏到嘎吱窝。往后要是真出事，真指望不上他。玉清河那边更是雷区，即便我循规蹈矩不碍他也难保不会被他的女主光环波及，沦为炮灰。至于燕晨，方才那通胡诌，也不知他能信几分，说不定下一刻回过神来，便要新账旧账一并清算。所以我必须得跑，回去就让黎子收拾细软，之前的首饰衣裳都带上，银票也得揣够，找个偏僻的乡下猫起来，等那个不靠谱的客户把系统修好。对，就这么办，得赶在宴席开始前溜回去，否则母亲寻不见人，又该生事。我的风筝！别哭别哭，不过是个风筝，姐姐再找人给你做个更漂亮的，好不好？不要，我娘前些日子生病没了，这风筝是她病着的时候熬了好几夜给我做的，我只想要这一个。孤儿，和我在现代一样，这样啊，那姐姐帮你拿下来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？树很高，试试看嘛。姐姐，小心！没事儿。拿到了，我的风筝，舅舅，沈昭野，他怎么来了？不对，这小丫头叫他舅舅，那这丫头是……我想起来了，沈昭野有个早逝的姐姐，留下一个独女，难道……不行，我得远离她。不行，我得远离她。帅，太帅了！姐姐，你没事吧？苏儿姑娘，无事吧？可有伤到？他认得我？不对，他当然认得我。全京城谁不知道苏二姑娘痴恋沈小将军？连刚回京的玉科都听说过。沈昭野这个当事人，怎么可能不认识？不对，等等，那燕晨会不会也听说过这些？那方才编的那通瞎话，岂不是全露馅了？苏儿姑娘。啊，没事没事，我没事。喏，谢谢姐姐。下次放风筝，找个空旷的地方，别再往树底下跑了，知道吗？嗯。姑娘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我没事，我没事。姑娘定是刚刚爬树的时候受伤了，前面不远就是府医的客院，我带姑娘过去处理一下吧。不用不用，应该就是擦伤，不碍事的。我要离他远一点，万一被人看见，再传到燕晨耳朵里，那还得了？可是，真的不用，沈小将军放心，我没那么娇气，回去自己上点药就行。宴会快开始了，我先走了。舅舅，漂亮姐姐是不是不喜欢你啊？怎么跑那么快？不喜欢吗？走吧，送你回宴上。要是能再看看沈昭野就好了，但是不行，我可不能步原主后尘。当务之急是收拾细软跑路，越快越好，越远越好。苏二姑娘，郡主，苏二姑娘，可算寻到你了。郡主怎么会在这里？还不是我去宴席上寻苏二姑娘不得，实在担心，便出来寻你了。宴席快开始了，再不回去要被母亲骂了。郡主，我们快去宴席吧。郡主，我先去我母亲那儿了。好。还知道回来，这般重要的场合姗姗而驰，成何体统？女儿方才在园中赏景，一时迷了路，并非有意迟来。哼，多学学清河，莽莽撞撞，半点规矩没有。先坐下吧，安分些。今日花招群芳荟萃，光是赏花品茶未免单调了些，不若老身做东，弄些诗文助兴，也算不辜负这满园春色。听闻南方有一奇特兰花，名为青玉鹤，今日便以此兰为题，请诸位姑娘即兴赋诗。至于彩头嘛，这尊羊脂玉如意，便作为彩头，赠与今日花朝宴的诗魁。玉清河，你等着吧，这次的诗魁一定是我。今晚要往哪里跑呢？清河，
接下来就是你们年轻人表现的时候了，我就先离开了。好，母亲，女儿必定尽心竭力，做首好诗。玉清河，许久未见，不知你是否会因为贪玩而忘了如何写诗？乔姑娘多虑了，是否忘记写诗？一会儿不就知道了。苏二姑娘，请。玉清河，你等着瞧吧。限时一炷香，姑娘们可以开始作诗了。郡主，等等，那是沈昭也看我了，还对我点头了，何一位？幸好玉清河没有注意到。看来清河也写完诗了呢，不知是否能夺得诗魁呢？素恶凝寒露，清姿傲小霜。幽香飞自赏，鹤影入云长。玉姑娘这几句托物言志，风骨清奇，果真是好诗啊！谢穆国公夫人赞赏。乔金墨，静默也用心了。什么用心？就这？是谢穆国公夫人。快到一炷香时间了，姑娘们可还有人要交诗？阮妹妹，香都快燃尽了，你怎还未动笔？可是胸有成竹，要压轴出场。是啊，苏二姑怎么还不叫脚？金墨姐姐，快别为难苏二姑娘了。谁不知道咱们苏二姑娘只爱脂粉钗环，不喜诗书笔墨，怕是连字都未必认得全呢。让她作诗，岂不是有些强人所难？乔姑娘，诗绘本是怡情雅士，讲求有感而发，软她。玉清河这是护短呢，自己学问做得这般出色，怎么平日里也不教人家？难道是怕教会了徒弟，饿死了师傅，抢了你的风头不？我招谁惹谁了？就想安安静静苟到宴会结束，怎么锅又从天上来了？这乔金墨明显是拿我当枪使，针对玉清河呢。自己这恶毒女配的体质，真是走哪儿都躲不过被当靶子的命。少王殿下到！稍王燕尘，少王殿下到！稍王燕尘，他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参见王爷。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都起来吧，本王今日得闲，过来凑个热闹。诸位且乐自己的，不必拘谨。谢王爷。谢王爷。众位方才是在品诗，倒是本王来得巧。正是呢，姑娘们正以青玉鹤为题赋诗，若有幸得王爷评点一二，魁首一名，方不失端挑。既如此，本王也不好白白做着考官，便凑趣儿添个彩头吧。不得了啊！昭王亲自添彩，这诗会是又拔高了几个层级啊！诗都写完了？回王爷，一炷香时间将至，诸位姐妹的诗稿大多已呈上，唯有苏二姑娘尚未动笔呢。乔金墨，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？你针对玉清河就针对玉清河，老抓着我这个炮灰垫背干什么？哦，哪位是苏二姑娘？王爷，臣女在这儿。既然大家都写了，苏二姑娘便也动笔吧，莫要扫了大家的兴致。乔金墨，看你干的好事，算了，反正我今晚就要卷铺盖跑路了，可万万不能在这时候出风头。你也辛苦了，苏二姑娘。完了完了，他会不会当场翻脸？会不会直接把我拖出去砍了？毕业凝霜刃，孤芳出玉瓷。不求蜂蝶故，自有鹤心知。香冷侵尸骨，影清浊墨池。春风墨香问，幽意寄云鸦。这首惊艳全场的诗是哪儿来的？他是对着我那张废纸念了一首自己做的诗。老身原以为玉姑娘的诗已是拔尖，没想到苏二姑娘更是深藏不露。此诗当为今日之魁首。确实好诗，此诗用笔含蓄，气度不凡。苏二姑娘真是真人不露相啊！这就是我打死不愿出风头的原因啊！这下不出一个时辰，苏家二姑娘花招诗会夺魁的消息就会传遍整个京城。到时再想悄无声息地收拾细软跑路，简直难如登天。
苏二姑娘还真是深藏不露，平日里不显山不露水，倒把咱们都给骗过了。没想到竟有这般惊世诗才，实在令人佩服。王爷，臣女素来仰慕才学之士，今日见苏二姑娘诗才如此福德，实在心痒难耐，想当面讨教一二。可否请王爷随意再出一题，让我与她再比试一回？听起来倒是有趣，不过既然要比，光比试未免单调，不如压注如何？赌一赌，究竟谁能赢？王爷这主意妙极，来人，快设住桌。诸位，请吧。诸位，请吧。苏二姑娘，看来大家都很期待你的表现呢。比就比，话那么多干什么？苏二姑娘，你只管好好比，输了赢了不重要。谁要敢在你背后胡言乱语的嚼舌根子，我亲自帮你撕了他的嘴。去吧。我也信漂亮姐姐会赢。姑娘尽力一试即可。沈昭也大庭广众来这么一出，不仅玉清河那边说不清，燕尘那里……沈小将军用兵如神，想必看人也是独具顺节。既如此，本王也跟押一回。这话是怎么回事？燕尘这是……请王爷出题吧。那便以落花为题吧。来人，二位姑娘请吧。是，还请王爷品评。来，让老身先睹为快。红雨辞高树，香魂跪地清。蝶风空绕影，车马不留情。寂寂埋芳径，凄凄诉晚晴。东风和太急，吹散满园莺。好诗啊！不愧京城第一才女。乔姑娘真是才思敏捷。苏二姑娘，你可要快些了，毕竟大家可等着你呢。若你实在为难，直接认输也无妨。行，这么想比是吧？红藕香残玉簟秋，轻解罗衫，独上兰舟。云中谁寄锦书来？雁自回时，月满西楼。花自飘零，水自流。一种相思，两处闲愁。这怎么可能？此情无计可消除，才下眉头，却上心头。这词曲实在至奇至妙，别说今日花朝宴，就是过往10年，也从未见过有更好的。那是自然，谁写春情能写得过李大才女啊？乔姑娘，你觉得这首诗如何？花自飘零水自流，一种相思，两处闲愁。苏二姑娘不愧为魁首。是啊，比乔姑娘的更好上100倍啊！那么就宣布吧。此番比试胜负已分，苏二姑娘是今日花朝宴上当之无愧的魁首。怎么会这样？实在承让了，京城第一才女。你，静默，快扶乔姑娘去厢房歇息，请府医来看看。让你嚣张！真是好有趣一只小狐狸，从前怎么倒没发现？这也叫不认识吗？今日还真是不虚此行，看了几首好诗，也看了一场好热闹。本王乏了，先走一步，诸位尽兴。怎么感觉燕尘的心情不太好？恭送王爷。软软今日可真是给秦姨长脸了，那诗做的连王爷都亲口夸赞，往后看谁还敢乱嚼舌根，说你是个小草包。婉柔，我可跟你说好了，过2日我府上设个小宴，专程下帖子请软软过来，你可不许拦着，这孩子我瞧着就投缘。届时定让他过去叨扰。软软，到时候可一定要来，秦姨亲手做桂花糖藕给你吃。谢谢秦姨。苏夫人，请留步。怎么了？夫人让老奴追出来，亲手将这个赠与苏二姑娘。这对金钗是老夫人当年的陪嫁之物，压箱底好些年了。今日瞧着苏二姑娘鲜亮明媚，与这簪子正相配，便特意让老奴找出来，存当一点心意，贺姑娘夺魁。既是国公夫人厚爱，你便收下吧，好生谢过夫人就是。多谢国公夫人赏赐，劳烦嬷嬷代为转达软软的谢意。苏二姑娘客气了，夫人还说今日一见未免仓促，
还望姑娘得了空多来府上坐坐，陪她说说话。小女子应该的。那便祝苏二姑娘一路顺风。你先别走，跟我来，跪下。今日那2首诗，当真是你所写？我别想着编话来糊弄我。你是我肚子里出来的，你几斤几两，我能不清楚？从小你念书就不成器，先生教的字都认不全，更别说那些诗词歌赋的规律用典。你告诉我，你拿什么作诗？不吭声，心虚了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今天打的什么主意，又是打扮的花枝招展，又是当众作诗出风头，不就为了压清河一头？我没有。你没有，从小到大你就爱跟清河争。他得件新衣裳你要，他得支新簪子你也争，就连他读书识字你也吵着要请先生。结果呢，先生请来了，你3天打鱼2天晒草，最后连字都写不利索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你现在变本加厉，为了争这一口气，为了出这个风头，你连当众撒谎作弊都做得出来。你知不知道，今日若是被人当场揭穿，丢的不是你苏软的人，而是整个辅国大将军府的脸面。你父亲在朝为官，最重清誉，你这是在拿苏家的名声当儿戏。母亲，今日之事并非我主动挑衅，是乔经墨欺人太甚，他针对表姐，却拿我这个草包开刀，当众羞辱。难道我就该任由他欺负，缩着脖子不吭声？难道那才叫不丢将军府的脸吗？你还敢顶嘴？乔经墨如何？那是他没教养。可你呢？你用了什么手段？靠作弊赢来的风光，很光彩吗？你知不知道，今天这诗会对清河有多重要？你知不知道你这一搅和？罢了，你现在就给我滚去祠堂跪着反省，什么时候知道错了再出来。母亲说了这么多，女儿却只有一个问题想问。母亲今日这般生气，到底是气我写诗作弊丢了苏府的脸，还是气我抢了表姐的风头，怕我耽误了她的好姻缘？你这是在怨我？难道不该怨吗？母亲口口声声怪我处处与表姐争抢，可若母亲不偏心，表姐有的我样样都有，我又何须去抢？母亲嫌我不学无术是个草包，可若母亲有将对表姐的一半心思用在我身上，我至于被人嘲笑这么多年吗？你给我闭嘴！母亲，我有时候真想不明白，到底我和表姐谁才是您的亲生女儿？放肆！谁教你这么跟我说话的？你这么忤逆不孝的样子是跟谁学的？难道我说的不对吗？你真是无可救药了。我知道，母亲一直觉得我碍眼，心里巴不得没有我这个女儿。您放心，很快您就能如愿了。站住！反了，真是反了！夫人，这是怎么了？老奴方才在外头瞧见二姑娘哭着跑出去。别跟我提那个孽生，你没见她刚才那样子，如今真是翅膀硬了，居然都敢顶撞我了。你去带2个人，把她给我关到祠堂去，让她对着苏家的列宗好好反省。夫人且消消气，二姑娘年纪还小，性子是躁了些。您说您跟她置什么气？她都16了，清河比她大不了多少，怎么清河就那么懂事？她偏偏……夫人，老奴说句僭越的话，您平日里对二姑娘确实是拘得紧了些，连你也觉得我偏心。老奴也是看着二姑娘长大的，姑娘幼时也是聪明伶俐，学什么都快。可后来表姑娘来了，夫人您日日陪着表姑娘读书习字，亲自教她琴棋书画，二姑娘眼热也吵着要学。可您那时候只顾得上表姑娘，便随意给二姑娘请了位女先生来授课。自那以后，二姑娘的性子才一日比一日娇钻古怪起来。您是她的亲娘，她是您身上掉下来的肉，她什么心思，您真一点看不出来。她跟表姑娘争的什么？真是那些府里不缺的衣裳首饰，还是您？难道你以为我想这样？当年将军蒙冤入狱，是清河父母收留咱们母女，冒着风险替咱们藏身。后来将军虽平反出狱，可清河父母却因受牵连被贬外放。没想到路上遇到水匪，就那么没了，就活了他一个。他才10岁，那么小的孩子，父母双亡，孤零零的被送到我跟前，我能怎么办？我不对他好，不多为他考虑，我100年后怎么又有脸去见姐姐？夫人，您的苦处老奴知道，您对表姑娘的用心，老天爷也都看着呢，没人敢说您一句不是。可这些二姑娘不懂啊，她只知道她娘眼里只有表姐，她小小一个人，心里该多苦啊！罢了，先让她回自己院子待着，没有我的吩咐，不许出门。你晚些时候过去一趟，把那瓶白玉化虚膏给她送过去。李子，我思来想去，这苏府我一天也待不下去了，咱们连夜走好不好？
姑娘，万万不可啊！府里看守那么多，咱们往哪儿逃？万一被抓回来，夫人定要狠狠罚我们。留在这儿，我日日受委屈。母亲眼里只有玉清河，我算什么？出去好歹能自在过日子，总比困在这牢笼强。可咱们身上盘缠都没有多少，出城之后吃住落脚全都要花钱，走远些连客栈都住不起。你忘了我前些日子攒下的，足够我们先去临县落脚，找个小铺做工谋生，不必看人脸色。那要是路上碰见巡逻家丁，或是出城关卡盘查，咱们两个女子根本无处躲藏。扬州城外30里有个僻静小镇，人烟稀少，镇上多是外来做工的百姓，没人认得我们，安稳度日再好不过。夜深城门快要落锁，若是赶不上，今晚就走不成了。姑娘当真下定决意，一点回头的念头都没有。早就下定决意，再留在苏府，我迟早要憋出心病。你若是怕，我也不勉强，我一人走便是。我不怕，姑娘去哪儿我便跟去哪儿。当初说好一辈子跟着你，哪有半路丢下你的道理？只是路上风餐露宿，怕是要吃苦，吃苦也比在这家里受冷待强。快些收拾妥当，等院里巡夜家丁走过，咱们就悄悄翻侧门挑走。我把干粮都备好了，路上饿了能垫肚子。梨子，你现在去找个能载我们的船夫，我们晚上就出发。好。大哥，打扰您片刻，我有件事想跟您商量。小姑娘，有啥事直说。我想雇您的小船，今夜子时悄悄载2个人顺河往下游小镇走，不走官道，避开关卡侦查，价钱好说。半夜走水路躲盘查，你们莫不是府里偷跑出来的人，惹上麻烦了？我们没做亏心事，只是不想被家里人拘着。行，那你晚上到这里来找我。记住了，多谢大哥成全，我这就回去通知我家姑娘，绝不误时辰。王爷，今日花朝宴上的对赌，您怎知苏二女子是故意藏拙，一定能胜过乔姑娘？若苏二女子真比输了，该如何收场？输，本王想让她赢，她就不会输。属下多嘴了。吩咐你的事办得如何了？回王爷，一切都已按您的吩咐准备妥当。很好。王爷！参见大人。燕尘啊燕尘，你不是神通广大的很吗？居然这么轻易就死在了我手上。此地名为断云崖，顾名思义，剑从上往下看，连云都像是被拦腰斩断的。莫说是人，便是飞鸟从此处失足，恐也难逃粉身碎骨的下场。更何况中了我这鸠羽青之毒，见血封喉，就算是大罗金仙，也活不过1个时辰。纵使你姓燕的有通天的能耐，此刻也该是一具面目全非的尸体了。2位姑娘放心，俺们这船正好运货去扬州，跑起来快着呢，最多不过3天就能抵岸。这时候江南正是好风光呢。知道了。就瞧瞧啊，2个秋儿，模样标致的很，尤其是那个穿粉衣裳的。老子跑船这么多年，都没见过这么勾人的。卖给扬州醉春炉的刘婆婆，至少这个数。大哥好眼力，那细皮嫩肉的，一看就是大户人家偷跑出来的小姐。这种货色最抢手了。就是旁边那个丫鬟瘦了点，不过力气好像不小，也能卖去当个粗使。小声点，别惊醒了肥鱼。嘿嘿，到时候银子到手，够咱们快活好一阵子了。嘘，等天亮靠了前面芦苇道，喂点药，捆肩上，直接送过去。梨子，赶紧起来！怎么了？别说话，和我赶紧跑！不行了，梨子，我真游不动了。不行啊，姑娘，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咱俩不见了，肯定会追上来。到时候再把咱们抓回去，可就真得被卖进窑子里了。我让你找个靠谱的船，你怎么找上艘人贩子船啊？那船家说他们正好要运货去南边，看我们2个姑娘家不容易，可以免费捎我们一程。我想着有便宜不占王八蛋，省下的钱我可以给姑娘买好多好多桂花糕。谁知道他们居然安的是这种黑心肝，想把我们卖了换钱。梨子，有便宜不占王八蛋，这话是没错，但还有一句话更没错，那就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。
姑娘，我真知道错了。行了，赶紧游吧，先上岸再说。死人！姑娘，那有一个死人。怕什么？说不定只是晕过去了呢。我去看看。姑娘别去，万一是水鬼呢？我娘说淹死的人会大半夜飘到岸边找替身的。让你娘少看点画坯子。是燕晨，怎么会是他？姑娘是不是死了？不知道，我看看。还没死。没死，但看样子离死也不远了。救还是不救？我们走。可是姑娘，那郎君好像伤得很重，咱们就把他一个人扔在这儿？别废话，我们自身都难保，哪有功夫救人？难道你想被抓回去卖进青楼吗？那咱们得跑快点儿。燕晨，你可别怪我啊，你可是书里最大的反派，我不救你，说不定还是为民除害。而且你一出现就欺负我还差点把我掐死。烦死了！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江如意，你真是个圣母白莲花，活该你穿成个炮灰在这受苦受难，你会后悔的。梨子，来搭把手。姑娘，她能活吗？小姐，你要干什么呀？这郎君生的是顶顶不错，可趁人之危扒人衣服也不好吧，多羞人啊！梨子，你也少看点话帖子吧，脑子里都装的什么乱七八糟的。我是要给他检查伤势，他胸口有伤，我得看看伤成什么样了。不扒开衣服怎么看？隔着衣裳望闻问阵吗？原来是这样啊，奴婢还以为你想那个啥人家呢。梨子，我们出来的时候包袱里带了针线吗？针线带是带了，但现在要补衣服吗？伤药呢？有没有带金疮药之类的？走之前张嬷嬷不是替夫人送了瓶白玉祛远膏过来吗？我当时顺手就给塞包里了。姑娘，这个行吗？死马当成活马医，用上去再说。这法子也就我能硬着头皮上，换你怕是连伤口都不敢多看一眼。确实，奴婢胆子小，指望不上。不过这样下去也不行，还是得尽快找正经大夫来看看。姑娘，奴婢力气大，现在就背他去找大夫。不行，你看他这样子，明显是被人追杀，才会受这么重的箭伤，掉进江里。城里的医馆多半早被盯上了，就等着他自投罗网。而且就算医馆没事儿，我们带着他这么大个活宝物走在路上，万一撞上追杀他的人，不都得死？那怎么办？你一会儿跑一趟城里的医屋，把大夫请过来。记住，别说具体伤情，更别提伤者模样，就说家里有人病了，行动不便，多添些银子也无妨，务必把人请来。那奴婢快去快回。梨子啊梨子，我这回可要争点气啊，别再给小姐添麻烦了。冷。燕晨，你可要撑住啊！我好不容易把你从江里捞出来，又给你缝了伤口，你要是就这么死了，我岂不是白忙活一场？再说了，你可是全书最大的反派，你还没篡位呢，还没跟沈昭野终极 PK 呢，还没被做成人印呢，剧情线还没走完，你可要争点气，不能提前下线啊！别过来，这是做噩梦了。别杀我母妃！母妃？原著里对燕晨的背景琢磨不多，只提过她生母早逝，似乎死得不太光浅。听着梦中叶维倒似有什么隐情。别怕，做梦而已，都不是真的。母妃别怕，晨儿来救你了。母妃，母妃，我杀了你！不是我，杀了你，杀了你！放开我！这可不能怪我，是你先动手的，我这顶多算正当防卫，我还救你了。他怎么会在这里？是他救了我吗？你摸我脸干什么？哎呀，疼！你干嘛突然松手？我还……这是哪儿？你怎么在这儿？王爷，您先把手拿开，咱们有什么话好好说。别动，说实话，本王没耐心听你辩。你这人怎么不识好人心啊！我辛辛苦苦把你从江里捞上来，又给你治伤，守了你一夜，你知恩不图报就算了，还一
醒就喊打喊杀，到底还有没有良心？哦，是吗？当然了，你自己想想清楚。我要想害你，你早晚就死了，还能等到现在？王爷要是不怕忘恩负义的名声传出去，不怕下半辈子良心不安，夜夜梦见我这个冤魂索命，就赶紧动手吧！好啊，我这就送苏二姑娘一程。哎，等，王爷别，我这都是跟您闹着玩的，您看看，您又较真了不是？王爷英明神武，心胸宽广，怎么会跟我一个小女子计较呢？对吧？本王也闹着玩的。你伤那么重，还是好好休息一下吧。为什么我感觉我这里有点痛？完了，这要是被他发现是我拿石头砸的，那我的小命可就不保了。不行，我得趁他还没发现，想个办法糊弄过去。这伤应该是王爷在江里被石头撞的。您不知道，我捞您上来的时候，您身上好几处淤青呢，估计是顺着江水冲下来时磕磕碰碰弄的。万幸没伤着骨头。可我怎么感觉像是被人砸的？王爷渴了吧？饿不饿？您先在这儿好好歇着，我出去给您找点干净的水和吃的。怎么，我是什么洪水猛兽吗？你跟那沈昭野在一起的时候，怎么不见？看来我脑子真的是伤得不轻，莫名其妙说这些做什么？胸口这道剑创极深，几乎透体，幸而被及时缝合起来，才不至于失血而亡。至于那剑上的毒吗？看来那老东西炼的避毒丸，倒还真有几分用处，连鸠羽清都能解。幸好动手前，我提前服了药，否则纵使剑矢入肉时，我刻意偏了半分，避开真正致命之处。鸠羽清的毒性也足以让这场以假论真的假死弄假成真。只是那老东西若知道我又把自己折腾成这副德行，怕是又要吹胡子瞪眼，骂他不知死活了吧。你又在干什么？我操！吓死我了！赶紧滚下来！本王可不是沈昭野，你要是真摔下来，本王可没那份闲心去接你。王爷怎么知道沈小将？怎么知道我之前从树上掉下来过？本王知道的可不止这一件，还想听听别的吗？不用了。王爷英明神武，算无愚见，知道什么都是应该的。爬那么高干什么？梨子天没亮就去找大夫了，这都快一整天了，就算爬都该爬回来了。我担心他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，所以站高点，想看看能不能瞧见点踪迹，顺便看看树上有没有什么吃的。结果呢？什么也没看到。不过，王爷你已经能走路了，烧退了，应该是没事了。那行，王爷您既然已经无碍了，咱们就此分开吧。我得找梨子去。梨子那人傻乎乎的，遇上坏人他应付不来的。不过就是个丫鬟，丢就丢了，待本王回了王府，再陪你几个更伶俐的便是。这个王八蛋的燕尘，再说那可是梨子啊！又在心里骂本王什么？王爷说笑了，我哪敢啊！梨子从小跟我一起长大，也是我把她带出苏府的，我不能不管她。不许去！什么？您养您的伤，我找我的丫鬟，咱们互不耽误啊！本王在此消息绝不能泄露出去，所以在本王的事情办完之前，你不许离开。我苏冉发誓，绝不将王爷的行踪泄露半分，否则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！你这样满嘴谎话的女人，在本王这儿可没有一点信用可言。王爷这话说的，我什么时候骗过您？那行，那我不走了。行，你不让我明着走，我等你睡着了偷偷跑总行吧？我看你还怎么拦我！张嘴！你给我吃了什么？30丸剧毒，7天之内若没有我的解药，就会肠穿肚烂，痛苦而死。敢跑，你就死定了！燕尘，你这个疯子王八蛋，你恩将仇报，你不得好死！早知道就该让你烂在江里喂鱼！梨子啊梨子，你可千万要好好的，你家姑娘我现在是彻底跑不掉了，只能靠你自己回来了。夫人，怎么样？外头有消息吗？老奴让人拿着二姑娘的画像，把城里大大小小的客栈、茶肆，但凡能落脚的地方都问遍了，没见着二姑娘的影子。夫人仔细身子，您都2天没合眼了，这样熬下去怎么受得住？这孽障到底跑哪儿去了？她一个姑娘家，身上又没带多少银钱，这深更半夜的，若是遇上歹人……夫人，眼下这情形，光靠咱们府上的人，怕是难找了。要不咱们报官吧，
让京兆尹的人帮着找，总比咱们这样瞎子摸象强。不能报官，软软是个姑娘家，她这一走，本就够让人磨舌根的了。若再大张旗鼓的报官，让满京城都知道辅国大将军府的嫡女夜半失踪，她往后还怎么做人？哎，我知道，她才16岁，还没说亲呢。这名声要是坏了，她这辈子就毁了。可这不报官，咱们上哪儿找去啊？二姑娘要是有个3长2短，可怎么跟将军交代？你先让我想想，让我好好想想。方才大小姐又去花招阁仔细看过一遍，屋子里整整齐齐，没有打斗挣扎的痕迹。衣柜里衣裳少了几件，庄严里少的几件首饰也都是便于携带的细软，所以至少可以确认，软软并非是被贼人掳走，而是自己离家出走的。离家出走，她为什么要走？我那日是凶了她几句，可那也是为她好啊。夫人，她既带了银钱衣物，便是有所准备，想必一时半会儿不会让自己陷入绝境。所以咱们现在要做的不是乱，而是稳。我知道了，嬷嬷，劳烦您再吩咐下去，让人悄悄去码头、车马行，甚至城外那几个大集市打听打听。软软既然要走，总得雇车乘船，这些地方才最可能留下踪迹。夫人说的是，老奴这就去准备。姨母，清河你来了。你说软软她会不会出什么事？她从小娇生惯养的，没吃过苦，这2天一个人在外头，也不知是怎么过的。不会的，那日诗会上您也瞧见了，软软不是没主意的人。她能写出那样的诗，能当着满堂宾客压下乔金墨的气焰，就不是真傻。她只是闹闹小孩子脾气而已，很快就回来了。可是，算了，姨母先不说这个了。姨丈是不是快回来了？对，你姨丈日他来信说已经到护城了，算日子再过3、4天就该进京了。我这就给他写信，让他尽快赶回来。他手里那些亲兵都是在边关真刀真枪历练出来的，找起人来比咱们府上的府兵强100倍。算算时间，魏峰应该已按计划带着昭王遇刺身亡的消息，大张旗鼓地回了京城。只是不知我那好侄儿听闻此讯，是会真心实意地掉2滴眼泪，还是会迫不及待地清洗朝堂？这女人胆子真是时大时小，怂的时候恨不得钻地缝，倔起来又敢跟我对着干，现在居然还学会这么幼稚的表达不满了。你这样吸引我的注意，难不成想我抱着你睡？你那丫头叫什么来着？干嘛？不知道名字，我怎么让人帮你找？真的？你肯帮我找她？所以到底叫什么名字？梨子，她叫梨子。我就知道王爷您看着冷，其实心肠最软最好了，一看就是刀子嘴豆腐心，怎么会真的不管我的丫头呢？可是在这荒郊野外的，怎么让人去找呢？您的人能找到这儿吗？这是信鸽，真是好大的鸽子啊！信鸽，那种蠢物也配合本王的掠银笔？行，就你的破鸟最厉害，天下第一，无所匹敌，行了吧？我的部下已经过来了，走吧，我们去临安镇。王爷，您怎知此处靠近临安镇的？你不是说你们从城南码头出发，顺水而行，约2个时辰后跳水逃生？依当时水速估算，距离最近的便是临安镇。难怪在原著里，他能以一人之力搅得前上天翻地覆，杀得朝堂血流成河，连男主沈昭也都险些折在他手里。这份心智，这份算计，这份于绝境中依旧冷静掌控全局的能力，王爷真厉害。那梨子去找大夫，肯定也是去了最近的临安镇，快让您的人帮着找找吧。他一个人又傻乎乎的，我实在担心。等到了地方，我自会让他们去找。满意了？满意，特别满意。王爷您真是算无异戒，心细如纱，体恤下情。闭嘴！拜托，一定要找到梨子。睡觉吧，明天早上起来赶路。刚好，困死了。蠢女人。这位公子，你这腹肌练得不错，就是略硬了些，不够 Q 弹。摸够了吗？再摸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伤口怎么样？裂开了没有？我看看。赶紧滚！我们怎么睡在一起了？你没对我做什么吧？这话应该本王来问吧。昨晚某个女人大半夜的喊着冷，没骨头似的往本王身上拱，手脚并用缠得死紧。
怎么都掰不开。我都不知道。那只手在本王身上摸了一整夜，拉都拉不开，皮都快被你摸皱了。10个难关，挨个摸腹肌，原来不是梦，是我在睡梦中把燕尘当成难关，又捏又蹭，实打实的摸了一整晚。怎么，苏二姑娘摸的时候不是很开心吗？现在怎么倒知道羞了？谁开心了？我那是梦见在摸小猫小狗来着，谁让你自己离我那么近的？哦，你是说本王长得像小猫小狗？你当然不像小猫小狗，你像吃人不吐骨头的饿狼。反正我不是故意的，放心好了。苏二姑娘不用这么着急和我撇清关系，昨夜那些就当是本王报答你的救命之恩，不会让你负责的。什么叫就当是报答救命之恩？什么叫不会让我负责？搞得我占了你多大便宜似的。明明就是我辛辛苦苦把你从江里捞上来，还被你恩将仇报喂了毒药，现在不过就是摸了几下腹肌而已。他又没少块肉，不能骂，不能骂，骂了肯定会被掐死。王爷真是心胸宽广。也就还行吧。好了，准备走吧。去哪儿？去临安镇，不去找你那傻丫头了。找，王爷您慢点，小心脚下，伤口还疼不疼？要不我背着你？不必，这点疼尚且扛得住，不用和我献殷勤。可那剑伤很深，昨夜才勉强缝好，一路走颠簸路，万一崩开流血可怎么好？那不得耽误时间？万一去晚了梨子可怎么办？你那个小侍女不会出事的，顶多是请大夫耽搁了时辰，我们先去镇上医馆等候便是。但愿如此。要是他出了什么差错，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。何况现在就我们2个人，连个搭把手的人都没有。方才你对我倒是半点不留情面，如今倒处处惦记你的丫鬟，难不成在你心里，我还不如一个小丫头重要？能一样吗？梨子是真心待我，你醒过来第一时间就要掐死我，我凭什么把你放在前头惦记？时辰不早了，懒得和你浪费口舌了，该出发了。慢点儿，王爷等等我呀！受了伤还走那么快，还不等我，简直就是恩将仇报。早上就吃了些野果，不顶饿。先住下，吃点东西。好嘞。二位是打尖还是住店？住店。要2间房。哎呦，小夫妻还订2间房啊？掌柜您误会了，我们不是小夫妻。哦，这样啊。姑娘，您看看这个。哎，姑娘，是这样，最近咱们镇子上不太平，有采花大盗出没。您2位要是分开住，万一那采花贼半夜摸进您屋里，再说了，小两口闹别扭，开1间房正好说说话，把误会解开就行，何必分房睡伤感情呢？掌柜，我们真的不是。什么采花大盗？这报纸分明是几年前的。8成是这掌柜看我俩狼狈，以为是私奔的小两口，故意编个故事吓唬我，想撮合我们住1间呢。掌柜的，多谢您的好意，不过我们真的不是那种关系，还是开2间房吧。至于采花贼，他要是敢来一个我打一个，来2个我揍1双，就当为民除害了。姑娘好身手，都听他的吧。得嘞，2楼左转，天子1号和2号房，2间相连着的，2位请。这是夜明珠，客官，这小店小本经营，实在找不开呀。您看还有没有别？不用找了，多的送1桌饭菜上来，再送2套成衣。是，小的一定给客官办得妥妥当当的。您2位且先上去歇歇。这是哪阵风把谁家大少爷刮来我们客栈了？这俩小年轻是挺般配的。把店里用料最好的衣服拿2件出来。王爷，你疯了！我有银子，真的，虽然不多，但住店吃饭肯定够的。你那夜明珠一看就价值连城，拿去当房费多贵啊！不是说跟我不是那种关系吗？啊？既不是那种关系，苏二姑娘又替本王省什么钱？我那是
我这哪是帮你省钱，我这是替你心疼钱啊，大哥。夜明珠啊，那可是夜明珠，拿到当铺去能换多少银子，够普通人家吃用一辈子了。你就拿来付房费，图大快，有几个臭钱了不起啊？花吧花吧，早晚把赵王府败光。姑娘，您的热水和衣裳送来了。姑娘瞧瞧，这料子虽然比不上您身上这件，但在咱们临安镇已经是顶好的了。有劳掌柜了。您客气，您客气。是谁在那里？难道是？严琛，开门啊！怎么了？有采花贼在我窗子外面。采花贼！王爷，我真的害怕，求你别赶我走。可这深更半夜的，孤男寡女怎好共处一室？孤男寡女怎好共处一室？苏二姑娘，还是趁早回自己房间吧。不行，我不管，我今晚就要待在这儿，哪儿也不去。客官出什么事了？我方才好像听到姑娘惊叫。好看吗？小的什么都没看见，爷饶命啊！你要做什么？你说。现在给你2个选择：一留在这里歇息，2回你房间。总比面对不知是人是鬼的采花贼强。那我留下。睡吧。就这样睡啊？那你想怎样睡？那就这样睡吧，挺好的。放心，本王对你这种小丫头根本没兴趣。谁小丫头了？明明就长得很好嘛。冷。王爷，进。王爷居然会让人睡在自己床上，还是个刚认识不久的女人。别走，我害怕。先出去，明日再说。是，要不是这颗夜明珠，还真找不到王爷呢。王爷不近女色，在京城是出了名的。昭王府里连个像样的丫鬟都没有，一应事务皆由小厮侍卫打理。真是这样吗？他私奔清水来。王爷这是怎么了？宫宴上，谢太傅之女谢之宁故意将酒水洒在王爷身上，指尖擦过王爷的手背，王爷马上嫌弃的不行，这不回来立马要打水洗手。这么想来，好像是真的啊。万一呢？万一王爷哪天不小心看上了自己，自己是拒绝好还是不拒绝好？拒绝了对不起王爷知与真，不拒绝又过不去自己心里头那道坎儿，不拒绝又过不去自己心里头那道坎儿。不过如今看来，应该是没事了。王爷肯为苏二姑娘付出这么多，默许她一路跟随，同处一室，甚至同榻而眠，那应该没我什么事了。王爷放心，一切都已安排妥当，随时可以动身。要是现在下去，岂不是正好撞上他们商议正事？在那站着干什么？待会儿要走了，下来用膳。我们现在走，那梨子怎么办？姑娘放心，人已经找到了。找到了。梨子，你们干嘛捆她？属下不是故意为难这位姑娘，只是找到她时，她死活不跟我们走，只好暂时将她制住。姑娘，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您了。不哭了，不哭了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让你一个人去的。先跟我回房间收拾收拾，再吃点东西。先跟我回房间收拾收拾，再吃点东西。慢点，慢点，又没人跟你抢。先喝口水，别真噎着了。好多了。对了，之前让你去找大夫，怎么一去就没影了？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儿了。奴婢那天走了一夜，天亮了才进镇上，运气倒是不错，很快就找着了个坐堂的老大夫。结果还没出镇子，远远就瞧见张嬷嬷带着人
正到处找姑娘呢。这几日是否看见这个姑娘途经此处啊？张嬷嬷，这临安镇是偏僻之地，二姑娘果真会来吗？二姑娘失踪多日，她就算不来偏僻之地，我们也必须一家家问过去。是，张嬷嬷，方早有个年龄、身形差不多的姑娘从那边路过了。快，跟上去看看。这么快就找来了，然后呢？这么快就找来了，然后呢？然后奴婢就慌了呀，所以奴婢就赶紧带着大夫往山里头绕。大夫，您确定这个伤能治吧？姑娘您就放心吧，一定给您治好。大夫，那边路应该是走不了了，咱们往山里去吧。姑娘，我给大夫找来了。奇怪了，姑娘和王爷是去哪里了？不对啊，大夫，麻烦您了，再跟我去山下看看吧。可那山路七弯八绕，黑灯瞎火又看不清，走着走着把自己绕迷路了。苏二姑娘，王爷让属下来问问，姑娘可收拾好了，可以准备启程了。差点忘了件事，还没找燕尘要解药。知道了就来。梨子，你先慢慢吃着，等我回来咱们就走。你家王爷呢？什么事？怎么没见过？那能一样吗？之前那是情况特殊，救人要紧。现在光天化日的，王爷您能不能注意点影响？影响？本王在自己房里上药，苏二姑娘自己闯进来，倒怪起本王不注意影响了。行，你了不起，你说什么都有理。那你快把解药给我，我拿了就走。这回就你来吧。王爷，您有那么多手下，随便叫一个进来给您上药不就行了？何必让我这男女授受不亲的，多不好啊！授受不亲？饶是再授受不亲，苏二姑娘与本王也亲过多回了，还差这一回？那是因为……再说了，我这伤口是你缝的，也是你昨晚压裂的，于情于理，你不该负责吗？你堂堂一个赵王，权势熏天，手下能人无数，我就不信找不出一个能给你上药的人，非得可着我一个人好。上药就上药，愣着做什么？上药啊！苏二姑娘，你就这么馋本王的身子，口水都流出来了。哪里有啊？哎呀，王爷恕罪，都怪臣女手重了，您没事吧？不错，继续。药上完了，可以给我解药了吧？本王什么时候说过，你给本王上药，本王就会给你解药了？燕尘，你都已经和你那些手下接上头，马上要回京城了，为什么还不给我解药？等本王手头的事情办完，自然会给你。你什么意思？意思是你得乖乖跟本王回京，等本王把事情办完再说。不行，我好不容易才从家里跑出来的，要是不回去，我母亲会把我活剐了的。哦，那本王就爱莫能助了。毕竟解药在本王手里。算你狠！活该！我忍行了吧？这个好。这么轻，平日里都不吃饭的吗？别动我！
这是哪儿？姑娘醒了，这是王爷在京郊的一个庄子，可大了，奴婢早上起来转了一圈，差点迷路呢。那王爷呢？这奴婢就不知道了，一早就没见着人影。威风大人也不在，只留了几个侍卫在外头候话，兴许是在忙什么大事吧。大事？按剧情，这也没到造反的时候啊。还非得我跟着回京才能办，要是他一直办不完呢，烦死了。奴婢先给您梳头。方才我打水的时候，瞧见是后院好大一束粉樱花，开得可好了。待会儿用了早饭，咱们一起去瞧瞧去。花有什么好看的？再好看能有金子好看吗？非要这么比的话，那确实金子更好看。非要这么比的话，那确实金子更好看。好丫头，随我。姑娘，你说王爷是不是打算让您留下当王妃呀？你胡说什么呢？奴婢这可不是胡说。姑娘，你不知道，昨晚你在马车上睡着了，王爷不许任何人吵你。后来车停了，还是王爷亲自把你抱回房间来的呢。燕晨抱我？还有呢，姑娘，你睡得可沉了。王爷把你放到床上时，你还拉着王爷的衣角不撒手呢。姑娘，王爷对你可真好，样貌好，身份高，对你又上心，比那沈小将军也不差什么。王妃听起来也好威风啊，要不你就从了王爷得了。闭嘴闭嘴，你这丫头越说越离谱了，什么王妃不王妃的，再乱说我缝了你的嘴。这傻丫头，要是知道燕晨随手就给自家姑娘喂了颗长川杜烂的毒药，不知道还说不说得出体贴对她好这种话。姑娘放心，奴婢不会到处亮说的，这事儿啊就咱们主簿俩知道。算了，你先出去吧，我自己待会儿。哎，姑娘，奴婢刚说的和王爷在一起，你再好好考虑考虑。奴婢刚说的和王爷在一起，你再好好考虑考虑。还考虑呢？解药遥遥无期，自己又像只被拴了线的风筝，被燕晨那疯子死死攥在手心里，想飞飞不走，想落又落不下，这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？烦死了！真美啊！出来一下。见过狼吗？没见过。那本王带你去看。不用了吧？你慢点，你慢点。别怕，这狼虽凶狠，但关了这么久，饿也饿得没脾气了，比刚回来时老实多了。饿也饿得没脾气了，比刚回来时老实多了。来，我教你，看看他的眼睛像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像你看着老实，努力缩着爪子装乖，但其实满肚子坏水。看，我说对了吗？看起来已经被驯服，但其实呢，随时准备好要扑上来反咬一口。肉没了怎么办？这狼是本王当初亲自带人猎来的，金贵得很。不如就用你这手来喂吧，又白又嫩的，他肯定很喜欢。王爷，您别开玩笑了。开玩笑？本王从不开玩笑。王爷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求王爷您明示，饶了我。我给你的令牌呢？什么令牌？还装傻？那这是什么？昭王燕晨遇刺身亡，圣上悲痛欲绝，错朝3日。可明眼人谁不知道，如今这天下最高兴的恐怕就是龙椅上那位。谁？王爷。陆都护，好久不见。他不是死了吗？我明明亲眼见到他坠崖，那支淬着剧毒的箭还是我亲手射出的。陆都护这么晚了想去哪儿？属下听信谣言，误以为王爷遇刺身亡，心中悲痛惶恐，乱了分寸，
未能及时派人寻找王爷下落，此乃失职大罪，求王爷看在属下往日忠心。忠心？看来陆都护并不知错在何处，提醒提醒他。陆都护得罪了。王爷从穆家庄子去渡国寺的行踪虽隐秘，但知晓之人也不止属下一人。为何独独怀疑我一人？但知晓之人也不止属下一人。为何独独怀疑我一人？知道我要去渡国寺的确实不止你一个，但知道我那条路线的可就你一个。本王早早就知道，我那好侄儿燕云记在我身边埋了只小鬼，只是一直没有确定这只小鬼究竟是谁。所以我给你程荣之、贺渊分别传了信，都说要去渡国寺。出发的时辰、途经的路线却是3条完全不同。本想一条路试过去，看看谁会迫不及待跳出来，没想到第一条路就把你引出来，倒也省了本王不少功夫。所以这从头到尾都只是一个圈套。答对了。苏府那边有动静了。司令，哪来的？王爷料事如神，这枚司令果然出现在了陆启白的心腹萧齐卫秋叶手中。这枚司令果然出现在了陆启白的心腹萧齐卫秋叶手中。王爷死讯传回京城后，秋叶便手持这枚司令，将王府内留守的200私兵通通召出城外，设伏射杀。幸好王爷早有部署，暗中替换了部分人手，又提前示警，兄弟们才侥幸逃过一劫，只折了3个外围的哨探。王爷，属下觉得苏二姑娘实在不像心机深沉之人。这司令之事，会不会其中有什么误会？你何时认她当主子了？属下多嘴，请王爷责罚。苏软就是精心设计的局中一枚棋子，令牌只有苏软拿到了，如今落入陆启白他们叛党手里，只能是苏软主动送出，串通刺客。苏软，如果从最初的误入寝殿，到江边的巧合相救，再到这枚恰到好处出现的令牌，都是精心设计的局，那你会死得很惨。现在还有什么想说的？花朝宴上，王爷不惜押上司令助我夺魁，其实是为了试探我，对吗？试探我是否受人指使，好判断我究竟是什么人。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令牌的事儿，我离家出走的时候，连换洗衣术都只带了2件，哪有功夫去管什么令牌？况且司令那么招摇的东西，花朝宴上所有人都看见他归了我，谁若真动了心思想偷，不是易如反掌吗？总不能就因为经了我的手，这黑锅就要算回我头上吧？嘴倒是挺硬。王爷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嘘，本王给过你机会解释，可你的解释太敷衍了。王爷，养不熟的畜生，杀了。是。伤到哪儿了？没伤到。又没伤到，哭什么？我怎么就不能哭了？我招谁惹谁了？我就想离开那个家，找个地方好好活着。我有什么错？你偏偏不放过我，又是喂毒药，又要砍我的手，现在还差点被狼给吃了。早知道你是这么恩将仇报的人，我当初就该让你死在江里算了。闭嘴！行了，走吧。去哪儿？包扎，不然等着血流干吗？哦。站都站不稳，还哭那么大声。站都站不稳，还哭那么大声。等哪天我把你按在地上砍手，扔进笼子里喂老虎，我看你腿软不软。王爷受伤了，伤得如何？属下这就去请龙老爷子。不对啊，
王爷不是去找苏二姑娘算账的吗？怎么苏二姑娘一点事儿没有，王爷自己都弄了一身伤回来？魏大人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找我家姑娘呀。我听说王爷要带我家姑娘去看狼，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真的狼呢，就想来求求姑娘带我一起瞧热闹。哎，别！干什么呀？我就问问。问什么问？王爷现在正在气头上，你要是敢这时候闯进去，信不信他把你……那狼看不成了。不就是看狼吗？我带你去。真的？不就是看狼吗？我带你去。真的？我还能骗你不成？跟在王爷身边，这点小小的权利还是有的。这怎么回事？回大人，这狼方才发疯袭击了王爷，所以王爷下令让我们给处死了。所以王爷那伤是这狼干的？是的。得，狼没了。下次若王爷再猎到，我一定带你看活的。哦，魏大人，你吃过狼肉吗？你是想……反正丢出去也是被野狗秃鹰吃了，多浪费啊！不如让我尝尝看。这狼肉能吃吗？当然能啊！我在画本子上看过，好些英雄好汉都吃过狼肉呢，我早馋的不行了。这个嘛……真没想到啊，梨子姑娘竟还有这手艺。那是。我家姑娘爱吃，我自己也嘴馋，所以别的本事没有，烧饭做菜琢磨吃食，我可厉害着呢。魏大人，尝尝。好吃。来，大家都尝尝。香，真香！梨子姑娘好手艺，比城里醉仙楼的烤羊腿还香。说起来，今天可真险啊！那老虎也不知怎的就发了狂，撞开笼子扑出来。爪子直冲着苏姑娘的脸就去了，王爷当时就站在旁边，想都没想，抬手就用胳膊去挡，那爪子再往上偏一点，可就落到王爷脖子上了。是啊，谁能想到呢？王爷一开始把苏姑娘吓得够呛，我们还以为，谁知道后面居然会替她挡那一下子，就是真是没想到。魏大人，您是王爷心腹，肯定知道内情吧？你们家王爷对我家姑娘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要留她当王妃啊？嘘，你不要命了？我这不是悄悄问的吗？又没让别人听见。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好奇呀！我家姑娘要是真能当王妃，那我就是王妃身边的大丫头，说出去多威风。你就说嘛，到底是不是？这还真不好说。这有啥不好说的？我看啊，王爷就是喜欢我们家姑娘，毕竟我们姑娘长得那么好看，性子又是顶顶好的，谁会不喜欢啊？王爷若真能遇上一个合心意的姑娘，应该也不会那么辛苦了吧？苏二姑娘其实挺不错的。哭什么？他是在心疼我，是因为替他挡下了那一爪，所以在自责，在难过。好了，别哭了，不疼的。骗人，这伤一看就很疼。幸好那一爪子没抓在我身上，不然我肯定痛死了。所以你哭成这样，不是因为担心我，你是在后怕，后怕这伤差点落到你身上，怕痛死你了。不然呢？你这个女人到底有没有良心？我怎么了？我为了救你的小命才受伤，结果你只庆幸伤的不是你，而我怎么样和你半点关系都没有。是你非要拉我去看狼，还好意思说是为了救我？你是自作自受。我自作自受？滚出去！你别动了，我好不容易才处理好的，你看你又弄裂了。不用你管，滚出去！你以为我想管你啊？你以为我想管你啊？好啦好啦，我怎么会不关心你呢？若不是王爷您英勇无畏的替我挡那一下，我肯定一命呜呼了。
您别跟我一般计较了。让我先把血止住，好不好？好啦，你以为在包粽子呢？那我帮您再整整。行了，就这样。王爷，你现在该相信我了吧？信你什么？就是那令牌的事情，真不是我干的。不信，你凭空说朵花来，你也是最大的嫌疑人。不过，本王可以给你一个机会。什么机会？找出这个人来，找不到，这个锅你得背，你这个人也得死。王爷的意思是让我回苏府，不用等1个月了，你现在就把我杀了吧。我跑出来好几天了，就算您不解决我，我母亲也会解决我的。早死晚死都是死，不如死您手里，好歹还落个全尸。既然本王让你回去，就自然有让你不落口舌回去的法子。什么法子？王爷，玉客郡主来了。王爷，玉客郡主来了。玉科，他怎么来了？去吧，接你的人来了。以后有什么信儿可以直接传给郡主，他知道，本王就知道了。等等，听这个语气，难道玉科回京为质？莫非也是这盘棋里的一步？你脑子里又在想些什么？没想什么。那30丸的解药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给我呀？拿去吧。多谢王爷。这药只能延缓30丸药效发作的时间，刚好也是7天。你说什么？像你这种满嘴谎话又没良心的女人，本王总得多提防这些才是。要是真没良心，当初就该让你烂在江里喂鱼。放心，只要你乖乖听话。王爷，郡主那边。去吧。可算回来了。我当那家伙把你藏庄子里金屋藏娇呢，结果就藏成这样。先收拾收拾换身衣裳吧，你这样我可不敢带你回京去。满京城这些贵女里头，论模样还是你酥软拔签儿，稍一收拾便能把人的眼睛晃花。那是自然，我若是皇帝，见了这样角色，定不管不顾也要抢进宫里去当妃子。真不害臊，我这叫美而自知。好吧，我得修正一下我刚才的话。苏二姑娘不仅是满京城贵女里最好看的，性子也是最合我心意的，总不像京城这些无趣的人。你怎么知道我脚的尺寸？也太合脚了。我可不知道，知道的另有其人。我向来不在这些衣裳首饰上多费心。好了，既已准备妥当，咱们就走吧。再拖下去，回城天可就黑了。那你在这等我一下，我去叫梨子。姑娘快尝尝，可香了。郡主也尝尝，这丫头别的不行，摆弄吃食倒是一把好手。确实好吃，只是这肉口感倒不像寻常的肉，是狼肉。姑娘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你们吃吧。花朝宴后，父亲嫌我丢了颜面，竟将我关了禁闭，连母亲都不许探视。苏软，你给我等着，总有一天我要你跪在我面前，把这些耻辱10倍100倍换回来。姑娘，慌什么？一点规矩都没有。姑娘恕罪，奴婢有要紧事禀报。说。这几日，奴婢按姑娘吩咐紧盯苏府大门，然后那苏二姑娘自打花绸宴回来，再没露过面。她当然没脸见人，凭她也配夺魁。怪就怪在这儿呢，姑娘。那张嬷嬷拿着卷画像，在偷偷打听一个姑娘的下落。画像你看清了？虽说奴婢只远远偷看了一眼，但瞧着那眉眼轮廓，至少有8成像苏二姑娘。一个尚未议亲的闺阁小姐，悄无声息的不见了踪影，苏府却不敢声张，只敢偷偷摸摸的找人，说明怕坏了苏二姑娘的名声，将来可就不好说亲了。不错，这其中的遐想空间可就太大了。我也该出去走走了，去备个帖子，就说我久仰苏二姑娘诗才，今日特去府上讨教，再把平日与我相熟那几位姑娘都一并请上，一同去苏府热闹热闹。这回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翻身。又是一夜了，软软，你到底在哪里？夫人，先擦把脸吧，还是没有消息是不是？距京城方圆50里的客栈、民宅，甚至荒庙破观，老奴都带着人悄悄寻遍了，没见着二姑娘的影子。
她一个大活人，难道还能凭空消失了不成？夫人千万保重身子，二姑娘吉人天相，定会平安无事的。将军那边也接到了信，回信说已日夜兼程往回赶，最迟明日便能抵京。将军手下能人多，定能找到二姑娘的。一个娇生贵养的姑娘家。夫人，乔姑娘来了。哪个乔姑娘？是御史大夫乔大官家的乔姑娘。夫人，这乔姑娘来的蹊跷，莫不是她从哪儿听说了二姑娘不在府中，故意带着人来寻衅找茬？去，告诉乔姑娘，便说二姑娘昨日感染风寒，不便见客，请各位姑娘先到花厅奉茶，我稍后便去。夫人，不好了，他们已经朝着花朝阁那边去了。这乔静默竟然如此不顾礼事，直接带人硬闯后院闺阁，去花朝阁，绝不能让他在那儿闹起来。春杏，去敲门。乔姑娘，软软染了风寒，这几日一直卧床静养，实在不宜见客。诸位便请先回吧，待改日软软身子好了，再请各位过府一叙。玉姑娘这话说的，我们都到这儿了，哪有过门不入的道理？软软需要静养，还请体谅。玉姑娘三番两次阻拦，莫非阮妹妹这病有什么蹊跷？还是说这屋子里压根儿就没人？乔姑娘，此处是辅国将军府的内院，您不听劝阻擅闯至此，难道乔大人平日里就是这般教导姑娘的吗？玉清河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不过一个父母双亡又寄人篱下的孤女，也配在本姑娘面前摆谱？住手！苏夫人，没事吧？姨母放心，我没事。乔姑娘今日这般兴师动众，带着这么多人闯我后院，到底想干什么？我竟不知什么时候我辅国大将军府也归御史台管了。苏夫人何必对我们这些小辈如此疾言厉色？我们只是听说阮妹妹病了，这才结伴前来探望。可雍姑娘与苏夫人却百般拦着不让见，难道真如外面那些传言所说？你可知慎言！苏夫人，并非我胡言乱语，而是如今市井之中早已传遍了。都说苏二姑娘与外男私奔，府上的张嬷嬷天天拿着画像在码头、车马行那些地方偷偷寻人。本来我也是不信的，可今日见苏夫人与玉姑娘对我等这般严防死守，倒让我不得不信上几分了。乔姑娘如此信誓旦旦，是笃定了阮阮此刻不在这个房间里，是吗？是又如何？好，既然如此，那便请乔姑娘与诸位姐妹一起进去看看。早该如此。有一句话我须得说在前头，若阮阮好好在房里养病，她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家，被诸位平白泼上一身私奔的脏水，这名声一旦污了，往后叫她如何自处？届时恐怕就要麻烦乔姑娘以及今日同来的诸位姑娘，随我去一趟御史台，将刚才那些市井传言，当着乔大人的面，好好分说分说了。清墨，要不算了吧，好不容易有个机会可以把苏然踩进泥中的机会，我不甘心就这么走。好，我就跟玉姑娘赌这一回。乔姑娘，苏软，你果然不……乔姑娘，真是稀客呀，怎么今日有空来我这儿了？苏软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乔姑娘这话问的真有意思，我不在这儿，该在哪里？难不成真如外头那些不长眼的碎嘴子传的那样，跟什么外男私奔了？怎么回事？姑娘，奴婢千真万确看见张嬷嬷拿着苏二姑娘的画像四处寻人啊！奴婢不敢撒谎，奴婢不敢撒谎。这位姑娘说的，莫不是前几日老奴带人去寻府中丫鬟秋娘的事？唉，说来也是家丑。前几天管着夫人嫁妆的大丫头秋娘，趁夜偷了夫人一尊杨枝玉佛跑了，没想到倒是让这位春杏姑娘误会了。都是老奴的不是，平白惹起些风言风语，险些害了姑娘的清白。这哪能怪嬷嬷，分明是有的眼睛脏，所以看什么东西都是脏的。乔姑娘今日不问青红皂白，便带人硬闯我闺房，散布不实之言，险些坏了我和苏府的名声。这笔账该怎么算呢？方才我与几位姑娘在门外说得很清楚，若证明乔姑娘所言不过是空穴来风，便都与我一同去御史台，请乔大人亲自评评这其中的是非曲直。乔姑娘，请吧。若真闹到御史台，让父亲知道了，怕是打断腿都不为过。难怪你躲在房里迟迟不开门，原来是藏了人。苏软，那被子里藏的是谁？是不是你的姘头？是不是你的姘头？
放肆！连本郡主你也敢拉拉扯扯，当真是活腻了不成？玉科郡主，怎么会是他？郡主你怎么在这儿？本郡主在哪儿，在做什么？还需要跟你乔大小姐上书请示吗？巧了，郡主也是听说我病了，才特意赶来看我。怎么，郡主不过是乏了，在我这儿小且片刻，也碍着乔小姐的眼了，也得被安一个私藏外男的罪名。来人！方才本郡主似乎听见这几位姑娘兴致勃勃要去御史台说道，你们便陪着走一趟吧。是。郡主恕罪啊，郡主我知道错了。跪下。母亲，姨母，软软她才刚回来，身子怕是还虚着，有什么事不如到时候再说。这几日去哪儿了？苏夫人息怒，此事说来都是玉壳的不是。我初到京城，也无知交好友，那日花嗔宴上与软软一见如故，只觉相见恨晚，便没顾上礼数，擅作主张接了软软去我府上小住了几日，想着与她多亲近亲近，没来得及跟夫人知会一声，让夫人担心了。夫人若要怪，便怪我吧。郡主快请起，这如何使得？夫人，我这性子在边关也惯了，行事没个章法，真不能怪软软。姨母，幸而如今软软平安无恙的回来了，这便是最大的幸事了。既然郡主开口，今日便算了，起来吧。多谢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母亲，您方才不是都答应郡主，说这事就此算了吗？怎么还……算了？怎么算？你知不知道这几天为了找你，我一宿一宿睡不着，都快把这京城翻个底儿涂了。你倒好，轻飘飘一句算了，就想把这几天的混账事接过去。你真当我会由着你骗？县臣想的什么蠢办法，还大言不惭地说能不落口舌的回来。姨母息怒，软软她年纪小，或许是一时贪玩，这才行事莽撞了些。如今人既已回来，您便消消气，好好再教导着就是。清河，你不必替他说话，他这不是一时贪玩，他这是拿自己的性命，拿苏府满门的颜面在胡闹。私奔的污名一旦坐实，他这辈子就毁了，苏家家也会沦为全京城的笑柄。母亲，你别叫我母亲。这次我若轻轻放过你，下次指不定你还能闹出什么更大的祸事来。所以今日这顿家法，你休想就此逃过去。没事吧？这是苏明熙。将军继儿，你们怎么这时候到了？信里不是说至少要等到明日午间吗？哎呦，夫人，你下手可真够重的，痛死为夫了！站住！你们给我回来！你先别追了，先帮我看看我这胳膊。你就会护着？你到底知不知道他这次闯了多大的祸？夫人消消气，不就是小孩子贪玩跑出去野了几天吗？你听听你说的是人话吗？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家，莫名其妙失踪好几天。夫人教训的是，这丫头确实是无法无天，实在该骂，也该狠狠教训。待会儿我就去找她，把她骂哭哭的稀里哗啦，让她再也不敢犯浑，好不好？不过夫人，你先帮我看看这伤呗，我是真疼啊！你瞧瞧，都肿起来老高了，战场上挨一刀也没这么疼啊！你快看看，活该，一点皮肉伤而已，待会儿让张嬷嬷拿药酒揉一揉就好了。那夫人帮我揉。哎呦，夫人要见死不救喽！你说你都多大年纪了，就不能正经点儿？多大年纪不也是你夫君吗？受了伤自然要你管。回屋再说。好，夫人你扶我一把，我头晕，站不太稳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夫人打你哪儿了？疼不疼？严不严重啊？你只管放120个心，有你家大爷在，怎么可能有事儿？喏，拿着。大爷，这是……自然是赏你的，多亏你这小丫头机灵，
直到跑去前门给我和爹报信儿，才免了软软今日受苦。这银子你且拿着买糖吃去。多谢大爷赏。没想到啊，梨子，关键时候还知道跑去搬救兵呢。那可不，虽说奴婢脑子不大聪明，但关键时刻可从不掉链子。就知道夸你的好丫头，不知道夸夸你的好哥哥。若不是我和爹及时赶到，就你这小身板，非给娘打个半死不可。多谢我的好哥哥出手相救，大恩大德，没齿难忘。这还差不多。对了，我这次回来给你带了好多好东西，都是关外才有的稀罕玩意儿，保准你喜欢。哎，慢点慢点，东西全在我屋呢。进来看看，进来看看。这都是你带回来的？那可不。来来来，试试这个。好看。西域那边的姑娘都这样打扮，我一瞧着便觉得适合你。好玩吧？我第一眼瞧见就觉得有趣，想着你肯定会喜欢。这些都是给我的，是不是太少了？都怪爹，我本来还带了好多东西，什么波斯地毯、和田木雕，还有一对活蹦乱跳的小狐狸。结果他非说马车拉不动，死活不准我带。你是没看见，那对狐狸可好看了，火红的毛，跟团火似的。软软，你别不高兴，等下次哥再去关外，一定给你多的带，好不好？我不是嫌少，我是想问哪些是给表姐的啊？哎呦，这还真忘了。算了，清河有母亲疼着，什么好东西没有。原著里苏然死的时候，苏氏父子还远在关外，连消息都是许久之后才传到的，彼此剧情线根本没有交集。后来父子俩更是成为玉清河身后最坚实的倚仗，所以他一直以为父亲和哥哥也如母亲那般。可现在，是不是真的不喜欢啊？哥下次喜欢。我就说你肯定会喜欢的。梨子，在呢，姑娘有什么吩咐啊？待会儿叫人把东西都给我搬回花朝阁去，仔细着点，别碰坏了。好嘞，姑娘，奴婢这就去找人。贺公子，无妨。千月，没事吧？没事。你这丫头怎么总毛毛躁躁的？千月前几日才受了伤，你这冒冒失失一撞，伤口再裂开怎么办？奴婢知错，可奴婢真不是故意的。好了，别吓他，我哪有那么娇气，一点皮肉伤罢了，早不碍事了。真没事，你去忙你的吧。寡淡却耐看。贺千言，苏秦麾下副将贺廷昌的独子。3年前西北一役，贺廷章为苏秦以身挡剑，战死沙场。临终前将妻儿托付给苏秦。贺千言则与苏明义年纪相仿，平日一处习武。后来稍年长些，便也一同随苏秦去边关历练。许久不见了。贺公子，刚才听哥哥说，贺公子此番出去受了伤，可好些了吗？有了二姑娘挂险，一点小伤，将往几日便好。想必贺公子找哥哥有事相商，我便不打扰了。行，你先回去吧。晚上我让厨房做你爱吃的桂花糯米藕。好。走，愣着干什么？别总站着。苏软有意思，苏软有意思。发什么呆呢？我给你看样好东西。好。姑娘，奴婢总觉着有些怪怪的。此次您闯了这么大祸，表姑娘她不仅帮着您收拾乔京烟，还在夫人面前替您说话求情呢。这太阳是打西边出来了，还是她憋着什么更大的坏招呢？你想什么呢？他帮我纯粹是怕事情闹大，影响苏府的名声，波及到自己罢了。哦，那万一他是想博夫人欢心，故意装好人呢？他不需要装，毕竟在母亲眼里，他做什么都是对的，所以他犯不着费那个劲儿。姑娘，行了，总之你记住了，以后看到他能躲就躲，千万别去招惹他。困死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装什么？这没别人。贺千言，你疯了！
你先把衣服穿好，有话好好说，我不是那么随便的人。这些伤，动手啊！什么叫动手？苏冉啊苏冉，你这些年到底都干了些什么啊？尽快吧，我待会儿还有事。你先起来，我今天没心情，你先回去吧。没心情？你从前可从没有没心情的时候。你高兴了要折腾一番助兴，不高兴了更要拿我出气。哪一次不得满意了才罢休？今天居然会说没心情。我要是说我改邪归正了，你信吗？改邪归正？是啊，今日在铭记的院子里，你居然还关心我伤得重不重，真是和从前不一样了。苏冉，你真的是苏冉吗？他看出什么了？不可能！贺千言，你这人是不是有病？不挨一顿打还不满意是吧？好，那我这就成全你，让你好好吃几鞭子。你背过身去。随你怎么想，怎么说。反正以后我不想打你了，你没事也别来招惹我。我这院子，你更是一步也不许踏进，听到没有？你到底在……走走走！原主，你真是造孽！这都留下的什么烂摊子？真不知道底还埋着多少我不知道的坑，等着我这个冒牌人去跳。不管你搞什么鬼，我一定会亲手将你解决。烟尘，你别走，你别动了，我给你处理伤口。真是疯了！我说祖宗，你又伤哪儿了？自打跟了你这个不省心的，老子真是一天安生日子都没有。昨儿才顶着剑伤回来，我费了多大劲儿给你处理干净。我去山上采药，气儿还没喘匀呢，就听说你又被狼给咬了。没什么大碍，我看看。谁给你包扎的？这手法！给你重新处理包扎一下，这绷带缠得松一扣紧一扣的，血都没止利索，万一化脓就难办了。不必了，就这样吧。什么？这样挺好的。我看那狼把你脑子吃了吧？你很不对劲儿。这伤到底谁给你包的？我可听说了啊，昨夜你往庄子里带回来一个姑娘，不仅亲力亲为给她挑了衣裳首饰，连那鞋的尺寸都是你划定的。上次给我的紫金丹还有没有？紫金丹？你不是不喜欢温补调理的丹药吗？我体内那毒种的太深，吃了也无甚用处。拿来逗逗小猫还行，拿来逗逗小猫还行。就剩这5颗了，你省着点用。你体内内毒已陆续变出了其中7种，只剩最后2种，始终摸不准到底是什么。不过既然已经有了方向，就不算全无希望。你只需尽力，保我到大仇得报那一天就行。14年了，从在冷宫里见到他到现在。王爷，得，我也不在这碍你的眼了。查得如何？苏二姑娘那边，属下让人仔细查过了，她确实痴恋沈小将军。此前，苏二姑娘走往永安侯府地行师，还多次等在沈小将军上下朝的必经之路上，试图拦车，扬言要嫁与他为妻。还有呢，还有，苏二姑娘与那位贺前言贺公子似乎也有些牵扯。似乎，贺前言入夜后不久，便又去了苏二小将屋中，出来时衣衫略显不整。王爷，您的手。本王倒是小瞧了他，一个沈昭也还不够，还要勾着个寄人篱下的破老妇。他就这么……王爷息怒，因为离得远，又隔着门窗，并未看清屋内情形，未必就是……闭嘴！你胆敢再帮他多说一个字，本王现在就拔了你的舌头！王爷，你的伤是不是也对谁都这样想、这样闹、这样不知死活的撩拨呢？王爷，滚开！太细了，
好像一下就能捏断。燕晨，我老，别走。他在叫我，不是别人，是我。麻烦着。苏然，遇见我之前的事，我都原谅你。但如果以后再被我发现，你还敢背着我招惹别的男人，我会剁了他们，也会剁了你。姑娘，该起了。出去。完了，王爷怎么在姑娘床上？他们昨晚，不对，说不定只是王爷大半夜不睡觉，跑来姑娘床上盖着棉被纯聊天。不对，我得回去盯着。这都吵不醒你，把你卖了都不知道。走了。怎么没声音了？不会又睡着了吧？今日之事，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奴婢知道，奴婢嘴最严了，奴婢什么都没看见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姑娘，快醒醒！人走了，走了，门都关严实了。吓死我了！被贺千言一搅到，我都睡不着。结果又来了个燕晨，一来就掐住我的脖子。Oh my god！ 还好我随机应变。这人怎么跟个病娇似的？姑娘说什么？没什么。他走之前说什么了没有？就说让奴婢知道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行，姑娘，您跟王爷昨晚那个了没有？哪个？就是那个呀，就圆房。你脑子里整天都装的什么？和你们孤男寡女共处一室。这疯子属狗的吗？姑娘，你真跟王爷？没有，什么都没干。行了，赶紧梳妆，等下母亲该发火了。魏峰，王爷，那个姓贺的呢？回王爷，贺千言那边也查过了，此人身世没什么问题，这几日也盯得紧，暂时并未发现他与什么可疑的人往来。白日里多半在苏明记院中，并无异常。你是故意气我是不是？属下不敢。你觉得我是想听这个吗？贺千言自那夜之后，再未进过苏二姑娘的房间，两人在府中也几乎没什么交集。那女人说到底只有点小聪明，你让人盯着点儿，别惊了本王要钓的鱼。王爷嘴上说着怕坏了钓鱼大计，可分明是怕那位苏二姑娘查得太莽撞，把自己折进去。你又在想什么？属下这就去安排人盯紧苏二姑娘那边，绝不会让她出一点岔子。你如今倒很会揣度本王的心思。属下不敢，属下只是……行了，退下吧。等等，明日让郡主来一趟，别惊动了人。是。大人，传令给苏府那边的暗卫，苏二姑娘的安危是第一等要紧的事。她若伤了一根头发，你们都不必回来见我了。属下明白。苏二姑娘啊，苏二姑娘，你可千万争点气，别再出什么幺蛾子了。你要是敢折腾你自己的命，王爷折腾的可就是我的小命了。还是那条丑蝴蝶结水眼线。苏然，你最好一直都这么乖。